布兰登·毕格斯，一个来自美国的牧师，在他的 YouTube 频道末日上发布预言影片。在2024年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的频道只有几千个订阅者，影片内容大多是末世预言和灾难警告，画质普通，布景简陋，在浩如烟海的基督教内容创作者中毫不起眼。可是有一天，一切都变了，而且变得非常彻底。2024年3月15日，布兰登上传了一段影片。这段影片原本是录制给支持川普的牧师齐奥克兰蒂的频道的。在镜头前，布兰登描述了一个他在祈祷时看到的异象，他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点紧张和犹豫，好像他自己也不太确定该不该把这些话说出来，但他还是说了。他说他看到有人企图暗杀川普，一颗子弹飞过川普的耳边，慢动作一般，他甚至能感受到子弹经过时的音波，子弹近得让川普的耳膜破裂，然后川普跪了下来，开始敬拜上帝，从此彻底重生，变成了一个真正热爱耶稣的人。布兰登还预言川普将赢得大选，但上台后美国会经历一段比1930年代大萧条更严重的经济困境，川普会在椭圆形办公室双手抱头哭泣。最后上帝告诉他，我还没有放弃美国，一场大复兴将会到来。这段影片上传后就安安静静地躺在网络上，几乎没什么人关注。毕竟在 YouTube 上，每天都有无数人声称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了启示，谁会在意一个无名小牧师的预言呢？4个月后，2024年7月13日，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那是一个闷热的夏夜，川普正在竞选集会上慷慨激昂的演讲，台下是数千名狂热的支持者，国旗飘扬，口号震天。忽然间，一声清脆的枪响划破了夜空，紧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一颗子弹擦过川普的右耳，鲜血顺着脸颊流下，川普本能地蹲下身子，特勤局的特工们像被弹簧弹射出去一样扑上来，将他团团围住。人群中爆发出尖叫声和恐慌。几秒钟后，川普挣脱了保护，站起来，高举拳头，对着歇斯底里的人群喊出了那句话。一名忠实支持者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枪手则在屋顶上当场被特勤局狙击手击毙。全世界都炸了，各大新闻台连续几天几夜不间断的播报。可是最炸的是那些忽然想起布兰登那段影片的人。有人在社群媒体上翻出了3月份的连结，配上惊恐的表情符号，疯狂转发。人们反复观看那段影片，逐帧比对布兰登的描述和现实中发生的一切，子弹、耳朵、跪下、重生，每一个要素几乎都对上了。虽然有些细节不完全一致，比如布兰登说的是耳膜破裂，实际上是耳垂被子弹擦伤。有些基督教学者抓住这一点批评说，布兰登是在把个人的主观感受硬塞进意象里，但对大多数观众来说，这种程度的偏差根本无关紧要。重点是，这个人在4个月前就精确地描述了子弹会飞过川普的耳边。这段影片在社群平台上的传播速度像野火一样不可遏制，观看次数以100万计。布兰登的频道订阅量在几天之内从几千飙升到近20万，他的名字登上了各大媒体的头条。川普的儿媳拉拉·川普在社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耶稣托住川普肩膀的图片，配上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的经文。布兰登本人则在随后的影片中回应质疑，他说他只能看到上帝让他看到的画面，那是一个慢动作的场景，子弹飞过时有音波，他无法控制意象的内容，只能如实转述。有人说他是真正被上帝拣选的先知，也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个运气极好的江湖术士。如果你每天都做几十个预言，总有一天会蒙对一个。圣经学者麦克温格在 YouTube 上制作了一期长达2个半小时的节目，逐一剖析布兰登过去的预言记录，指出他有大量失败的预言从未被追究，但这一切都无法阻止布兰登成为2024年预言界最闪亮的名字。而说到这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布兰登这个人的完整背景。他自称是一位牧师，但和传统意义上的牧师不太一样，他没有在大型教会担任全职牧师的经历。事实上，在2014年的时候，
他还在一间教会当清洁工。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声称开始接收到上帝的启示。他的第一个重大预言就是关于经济崩溃的。他预言2014年秋天美国经济会崩盘，结果呢，没有发生。他自己后来在一段后来被删除的影片中承认，这个预言导致一些信徒根据他的指引调整了投资策略，结果损失了大量金钱，有些人甚至丢了房子。这段黑历史一直被他的批评者拿来攻击他，但布兰登似乎从失败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从2020年开始，他的预言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他不再像早期那样做出精确的时间预测，而是更多的描述意象的场景和感受，让听众自己去判断时间节点。他的影片产量也变得非常高，几乎每周都有新的预言发布，涵盖的话题从地缘政治到自然灾害，从经济走势到灵性觉醒，几乎无所不包。批评者说，这正是他的策略。如果你每周都做大量预言，总有一些会碰巧应验，然后你就可以把应验的拿出来大肆宣传，把没应验的悄悄忘掉。而且当预言没有应验时，他还有一个终极后路。他会说，因为人们祷告改变了上帝的计划，或者时间还没到，这样他永远不可能被证伪。但支持者反驳说，看看川普遇刺那个预言，那不是模糊的暗示，那是极其具体的描述。子弹从耳边飞过，跪下敬拜，重生。你怎么可能靠大量预言总有一个蒙对来解释这种精确度？除非你承认存在某种我们目前科学无法解释的讯息传递机制。不管怎么说，在川普遇刺事件之后，布兰登的每一句话都被数百万人认真对待了。而他接下来说的那些话，关于伊朗，关于中东，关于台湾，关于大复兴，正在以一种令人屏息的方式一一展开。而说到预言的历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在每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预言者的数量和影响力都会急剧上升。这不是巧合。当人们对未来感到恐惧和迷茫时，他们本能的会去寻找能够告诉他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在新冠疫情之后，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在中东再次陷入全面冲突之后，布兰登这样的预言者能够迅速吸引到如此庞大的追随群体。他填补的是一个巨大的心理需求，那就是在一个看似混乱无序的世界里找到一些确定性，哪怕这种确定性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但也许，只是也许，在所有的混乱之中，确实存在着某种模式，某种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规律。就像混沌理论告诉我们的那样，看似随机的系统中，往往隐藏着深层的秩序。蝴蝶效应不是说一切都是混乱的，恰恰相反，它说的是一切都是相连的。也许布兰登所做的，不过是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早地察觉到了那些微小但关键的讯号，然后用他自己的语言和框架把它们表达了出来。他接下来做出的一系列预言，正在以一种令人窒息的方式逐一展开。今天我们要深入剖析的，正是他关于2026年4月的那些核心预言。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第一个板块，伊朗重回石器时代。早在2024年2月1日，也就是川普遇刺预言之前1个多月，布兰登就在一段影片中严肃地谈到了伊朗。这次他不是一个人说的，他让妻子戴安娜在镜头前读出了他在2019年11月28日领受的一段预言。注意这个时间，2019年，那时候新冠疫情还没爆发，中东局势虽然紧张，但远没到开战的程度。而布兰登在那个时间点就已经描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意象。他看到伊朗的军事领导人在一间密室里会见最高领袖，这些将军们的表情焦虑而恐慌。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有2个。第一，基督教正在伊朗境内迅速崛起，地下教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皈依基督教，这让伊斯兰革命政权感到了存亡级别的威胁。第二，经济危机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民众的不满情绪像一颗定时炸弹。布兰登在2024年的影片中回顾这段预言时说，上帝一直在警告他要为以色列打击伊朗而祷告，因为这将引发中东的大规模动荡。他还预言了具体的经济后果。他说，以色列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攻击伊朗之后，国际油价将飙升到每桶200美元以上。
美国的汽油价格将突破每加仑$8。他特别强调，这一切背后有太多的操控和黑暗，关乎石油，关乎绿色能源议程，关乎世界经济的各种博弈。他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我们正处在末日中的末日，耶稣即将回来，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一点。这些预言在2024年听起来确实像天方夜谭。伊朗虽然和以色列剑拔弩张，两国在那年的4月和10月确实互相发射了导弹，但大规模的全面战争，最高领袖被击杀，油价$200，很多人听完摇摇头就划走了。毕竟中东局势紧张了几十年，即将爆发战争，这种说法几乎和狼来了一样让人麻木。更何况伊朗拥有数千枚弹道导弹，革命卫队有超过12万兵力，海峡两岸部署了大量反舰导弹，任何人想要正面硬刚伊朗都得掂量掂量。但历史的车轮从不按常理出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一部精心编排的剧本，一步一步地走向布兰登所描述的那个结局。2025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爆发了所谓的12日战争。在这场短暂但激烈的冲突中，美国也参与了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虽然战事很快平息，但伊朗的军事力量，特别是防空系统，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伊朗境内的渗透程度之深令人震惊，他们甚至瓦解了伊朗在国内的部分情报网络。更糟糕的是，伊朗在12日战争后拒绝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受损核设施的视察，这给了美国和以色列进一步行动的口实。然后到了2025年底，布兰登在2019年预言中描述的那个场景开始以惊人的精确度上演了。伊朗爆发了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抗议，经济崩溃是直接导火索，里亚尔急剧贬值，物价飞涨，年轻人看不到任何希望。抗议遍及全国100多个城市，人们不仅要求改善经济，甚至公开喊出了更换政权的口号。这正是布兰登描述的内部危机。2026年1月，伊朗当局对示威者展开了铁腕镇压，最高领袖哈米尼在最高国家机构的同意下，亲自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武力清场。1月8日到10日是最血腥的3天，外界估计死亡人数可能高达3万到4.3万人。想想这个数字，3万人。美联社报道说，当局压倒性的暴力手段让伊朗社会弥漫着绝望情绪，一些民众甚至开始寄望于美国出手干预。1月13日，川普公开呼吁伊朗民众继续抗议，并敦促他们接管你们的机构，声称援助正在路上。1月23日，他宣布一支包括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和多艘导弹驱逐舰在内的舰队正驶往中东。2月11日，伊朗举行1979年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现场出现强烈反美言辞。2月13日，川普表示，若伊朗出现政权更替，将会是最好的事情。2月14日，美军开始准备为期数星期的持续军事行动。2月19日，川普在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警告，伊朗必须在10到15天内做出协议，否则就会有坏事发生。2月24日，国情咨文演说中，川普将伊朗形容为邪恶。然后就是2月28日，这一天彻底改写了中东的历史。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了代号史诗怒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色列空军派出近50架战斗机，向德黑兰哈米尼的地下掩体投掷了约100枚炸弹。这个掩体位于领导层建筑群下方，横跨数条街道。美军则从航空母舰和中东多个基地发动了数十波空袭，参与的有 F-35 战机和长城火力。川普在行动开始2小时后发表了8分钟讲话，明确表示目标是推动政权更替。他还向革命卫队成员发出警告，要求放下武器换取免责待遇，否则必死无疑。3月1日清晨，伊朗官方媒体在起初坚决否认后，终于证实最高领袖哈米尼在空袭中身亡。不仅如此，国防部长、革命卫队总司令、国防委员会秘书等40多名高级官员同时丧生。哈米尼的女儿、女婿、孙辈和儿媳也全部遇难。一个统治伊朗37年的帝国在一夜之间被斩首了。从空拍影像中可以清楚看到哈米尼住处被炸成废墟的样子。伊朗随即发动了代号真实承诺 IV 的报复行动。
导弹飞向波斯湾各国的美军基地，巴林第5舰队总部被锁定，卡塔尔成功拦截1枚导弹，科威特1死32伤，迪拜国际机场被无人机击中停运，巴林一间皇冠假日酒店起火，阿布达比以色列大使馆附近的无人机残骸伤及1名妇女和她的孩子，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150多艘货船滞留，英美油轮在波斯湾遭到攻击，全球油价暴涨，股市震荡。3月2日，真主党为报复哈米尼遇害，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以军空袭贝鲁特，黎巴嫩战事重启，美军宣布已在伊朗上空取得制空权。印度媒体报道，经过1周敌对行动后，伊朗可能只剩下约1000枚弹道导弹。伊朗总统向中东邻国道歉，但议长推翻了总统的声明，表明政权内部缺乏统一指挥。中东最大集装箱码头迪拜捷贝阿里港被导弹击中，暂停运营，多国关闭领空，航空公司大面积取消航班。到4月初，战争仍在持续。五角大楼数据显示，前6天就花了113亿美元。有媒体称美以正为战事，持续到9月做准备。伊朗革命卫队声称第98波打击迫使美国2栖攻击舰撤退。4月6日，伊朗表示已就停火方案准备好回应，但拒绝美方极为过分的条件。4月7日，川普发出最后通牒，否则伊朗一夜之间被彻底击溃。联合国估计战争损失高达1940亿美元，400万人陷入贫困。摩根大通 CEO 警告通膨将更加顽固，全球供应链遭受重创。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场战争对全球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中东地区本身。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和波斯湾航运的中断，全球约 20% 的石油供应受到直接威胁，国际航运公司纷纷征收战争危险附加费，这意味着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每一个集装箱的成本都在上升，食品价格、能源价格、工业原料价格全线上涨。对于像台湾这样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经济体来说，影响尤为严重。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警告说，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已经足以在全球引发严重的通膨飙升。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通膨冲击可能很快演变为增长冲击，带来需求萎缩和全面滞胀。滞胀是经济学家最恐惧的场景之一，因为它意味着物价不断上涨的同时，经济却在萎缩，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无法应对。回想布兰登的预言，他说伊朗将遭受毁灭性打击。他预言油价飙升到200美元，虽然目前尚未到那个数字，但趋势清晰。他在2019年就描述了伊朗领导人密室中的恐慌场景，经济危机加上基督教崛起。他在2024年警告以色列将打击伊朗，引发大动荡。这一切在2026年几乎完美上演。第二个板块，沙特王储崛起与伊拉克重组。伊朗被打成这个样子，中东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纽约时报3月底披露了一个惊人消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在战争爆发后的一系列通话中，一直敦促川普继续打下去。知情人士透露，王储认为美以军事行动为重塑中东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必须彻底摧毁伊朗强硬派政府。沙特官方否认了这些报道，但数十年的夙愿摆在那里。1979年以来，两国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也门展开激烈的代理人对抗。王储曾将也门战争定义为将伊朗逐出阿拉伯世界的战争。战前王储态度微妙，他向伊朗总统保证不会让美国使用沙特领土领空攻击伊朗，但同时他和国防大臣被曝在非官方场合力推美国动手。战争爆发后，沙特也遭到了伊朗的无人机攻击，连夜拦截了至少4架，但沙特至今没有对伊朗采取军事报复。3月19日，沙特外交大臣发表了最强硬声明，说两国间的微弱信任已彻底破裂。而川普在3月底迈阿密投资会议上先称赞王储是伟大的朋友和战士，20分钟后却说了让沙特人不高兴的话。分析师指出，利雅得对白宫独断专行感到彻底失望，特别是川普暗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应由其他国家负责，还可能要海湾国家掏钱。华尔街日报披露，沙特对美国提出的15项停战条件不满。沙特和阿联酋担心战后伊朗对其能源出口和安全的持久影响，
正在游说川普坚持到伊朗被削弱到不再构成威胁。不管怎样，沙特的战略地位确实大幅提升。2025年11月，王储访美，获得非北约盟友待遇，签署了防务、AI、民用核能等多项协议。2030愿景的 NEOM 未来城进入实质建设，主权财富基金全球投资越来越激进。沙特正在从石油王国加速转型为科技金融强国。伊拉克也在变化。2025年11月选举中，总理苏达尼联盟赢得最多席位。随着伊朗衰落，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面临新压力。2025年2月，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约旦达成反恐联合机制。分析人士说，中东正经历结构性裂变，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形成。沙特和以色列是新格局的核心。布兰登的合作牧师齐奥科兰蒂甚至暗示反基督者可能是一位沙特王子。布兰登的合作牧师齐奥科兰蒂还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观点，他指出启示录中描述的末世景象与当前中东的格局有着惊人的对应关系。4匹马的颜色，白色、红色、黑色和苍绿色，恰好是多个中东国家国旗的主色调。他认为这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先知性的密码，预示着这些国家将在末世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齐奥科兰蒂关于反基督者的推测，他在多段影片中暗示，反基督者很可能是一位年轻的、有魅力的、精通科技的中东领袖，而且很可能来自沙特王室。他会利用加密货币，特别是瑞波币作为新的全球支付工具，会在共济会的圣殿中建立敬拜场所，会用人工智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监控和控制系统。这些描述在很多主流基督徒看来简直匪夷所思，但如果你仔细观察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近年来的所作所为，他对人工智能的狂热投资，对加密货币的开放态度，对 NEOM 这个纯科技未来城的执着，以及他在地缘政治中越来越大胆的操作手法，你至少能理解为什么齐奥科兰蒂会把目光投向那个方向。当然，这种末世解读是极端宗教观点，我们在这里只是如实呈现，并不代表认同，但它确实反映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在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宗教和灵性的框架来理解当前的地缘政治变化。这种趋势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信号。第3个板块，川普家族有难。布兰登早就预言川普胜选后，美国将经历严重经济困境。看看现在，伊朗战争带来的油价飙升正引发全球通膨，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打乱供应链，摩根大通 CEO 警告通膨可能更顽固，利率高于预期。4月初，民主党策略师卡维尔预测，川普最终将辞职保护家人。他的逻辑是，中期选举后，民主党会调查川普子女及配偶的财务往来和海外利益，甚至暗示川普在伊朗的行动接近战争罪行。最终结局是川普辞职，换取万斯特赦。白宫4亿美元舞会大厅也引发巨大争议，国家历史信托基金会起诉，法官在4月1日叫停施工。白宫辩称涉及防导弹钢柱、防无人机屋顶、防弹玻璃和地下设施，对安全至关重要。但法官说，总统是白宫对未来世代的管家。民主党参议员调查称，背后存在付费入场式腐败。最高法院4月1日听审出生公民权案，多位大法官质疑政府论点。目前316起以上诉讼正针对川普政府，从移民到独立机构人士，几乎每个政策领域都有法律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川普在讨论其他严肃话题的时候，经常突然跑题，开始谈论白宫舞会大厅。比如在谈论伊朗战争时，他会忽然提到舞会大厅的设计有多漂亮。在他的世界观中，权力、奢华和安全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心态在他的支持者看来是自信和魄力的体现，但在批评者看来却是自恋和脱离现实的表现。无论如何，当一个正在打仗的总统花大量时间精力在一个4亿美元的舞会大厅上时，你很难不去想布兰登所说的那个场景。川普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双手抱头哭泣。而且根据多方消息，川普的家族成员确实在海外有大量商业利益。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后真的把调查矛头对准这些商业往来，
川普家族面临的压力将是空前的。卡维尔预测的辞职换特赦剧本虽然听起来极端，但在美国政治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尼克森就是这么干的。2026年的政治格局远比表面上看到的要复杂。虽然川普在外交和军事上频频出击，但国内的反对声浪也在不断高涨。自从他2025年1月20日就任以来，国会民主党人已经提出了多项弹劾决议案。川普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被上帝拯救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这番话在基督教保守派中引起了巨大的共鸣，但同时也让自由派和无宗教群体感到深深的不安。而且川普的执政风格越来越不受约束，他解雇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民主党专员斯劳特，引发了关于总统是否有权随意解雇独立机构官员的宪法争论。这个案子已经上诉到最高法院，如果川普胜诉，将彻底改变美国的行政权力结构，包括联准会在内的所有独立机构都可能失去其独立性。这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预测，但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表示担忧。第四个板块，人类大复兴，这是布兰登预言中最光明的部分。他说，在经历战争和黑暗之后，一场史无前例的灵性觉醒将席卷全球。在2024年7月的影片中，他说上帝向他展示了亚洲的景象。上帝说，他听到了亚洲地下教会的祈祷，看到了他们的酷刑将为人民带来解放，他将动摇朝鲜政权，给金正恩带来神圣的恐怖。布兰登描述这场复兴的到来方式非常生动，他说会像爆米花一样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爆发。在沃尔玛的停车场，在街头巷尾，人们会突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击中，跪倒在地痛哭。没有人能控制即将发生的事情。上帝的荣耀将如波浪般席卷整个亚洲，包括菲律宾、越南和中部非洲。那些长期被压迫的地区将体验到前所未有的解放。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他说中共将无法阻止上帝的作为。他看到中国和朝鲜的地下教会正在以一种不可遏制的速度增长。他甚至看到朝鲜人民被解放，像古代以色列子民出埃及一样走出压迫。2025年7月的一次直播中，布兰登经历了一次极其强烈的灵性体验。他说在家中敬拜时，上帝亲口对他说，我在这里。他的妻子被一股蜂蜜般的香气所笼罩，倒在地上痛哭。他听到了天堂圣徒的合唱声。他事后说，昨天有什么东西永远改变了，我永远不会再是从前的我了。从历史的角度看，确实存在一个规律，每一次大灾难之后，往往跟随着深刻的精神复兴。黑死病之后是文艺复兴，2次大战之后是联合国和人权宣言的诞生，冷战结束后是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如果我们真的站在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那么某种形式的大复兴，无论是宗教意义上的还是文化意义上的，都并非不可想象。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迹象，在全球范围内，年轻人对灵性和意义的渴望正在急剧上升。传统宗教机构的影响力虽然在下降，但个人化的信仰体验却在爆发式增长。也许布兰登所描述的大复兴并不是某个特定宗教的复兴，而是人类在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和迷失之后，对意义、对希望、对某种超越自身的力量的集体渴望。更有意思的是，布兰登在描述大复兴时多次使用了浪潮这个比喻。他说上帝的力量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浪潮，每一波都比前一波更强烈。第一波可能只是个人层面的觉醒和转变，第二波是社区和城市层面的运动，第三波是国家层面的变革，第四波则是全球性的跨越国界、种族和文化的大复兴。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个令人玩味的预言。他说，在这场大复兴中，许多目前最坚定的无神论者和最顽固的反宗教人士将会成为最热烈的信仰追随者。他用保罗从迫害基督徒到成为使徒的例子来类比，说历史上最大的信仰运动往往是由前反对者发起的。这是因为当他们亲身经历了某种无法用理性解释的体验之后，他们的转变会比任何人都更加彻底和坚定。布兰登描述的这场复兴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不受任何人类机构的控制，不是某个教会发起的，不是某个传教士推动的，
也不是某个政治运动的副产品，它是自发的、不可预测的、不可遏制的。就像他说的那样，在沃尔玛停车场，在加油站，在医院候诊室，在任何你能想象的最不可能的地方，突然之间人们就会被一股力量击中，不需要牧师的引导，不需要教会的组织，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这种描述在教会机构看来既令人兴奋又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传统的宗教权力结构将在这场复兴中被彻底打破。第5个板块，台湾意向与中共的撒旦阴谋。布兰登曾明确预言中国将入侵台湾，他说中国会先攻击夏威夷，摧毁美军基地，像第2次珍珠港，然后进攻台湾。他还看到一条透明的中国龙攻击美国本土，可能是肯塔基州地区，持续3周，很可能是大规模网络攻击的隐喻。他在2024年更直接宣告，中共将无法阻止上帝的作为。他的合作牧师齐奥克兰蒂则把中共的行为放进启示录框架，视为撒旦力量在末世的体现。现实中的台海局势呢？2026年初，中共对军方进行了大规模清洗，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调查。詹姆斯敦基金会报告说，张又侠和刘振立被清洗是因为他们的军事理念与习近平不符，妨碍了2027年前具备全面入侵台湾能力的目标。习近平正在清除可能说我们还没准备好的人，但分析师指出，这削弱了实际战斗力，形成皇帝的新衣困境，因为没有人敢告诉皇帝他没穿衣服。美国打完伊朗后的战略意图很清楚，川普的全球清场计划是先清理中东和拉美，然后全力转向印太应对中国。2026年国防战略仍将印太列为首要任务，没有迹象表明美国准备放弃台湾。英伟达创办人在 GTC 大会上罕见谈台海，呼吁美方展现克制，勿挑衅。伊朗的命运更是给北京敲响了警钟。如果一个拥有先进导弹系统的地区大国可以被一夜斩首，中共冒险的代价是什么？智库推演显示，攻台代价极其惨烈，海军损失52艘水面舰艇，2栖舰队损失超过 90%， GDP 缩水 25% 到 35%。更致命的是，中国 90% 的石油依赖海运，马六甲海峡一旦被封，3到6个月后战争耐力崩盘。美国控制伊朗后，掌控了世界 75% 以上的石油储量。4月份国共关系出现新动态，习近平邀请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4月7日至12日访问大陆，60%网民认为此访对蓝营选举有正面影响。但与此同时，岛内舆论也在讨论美以对伊朗的斩首是否意味着大陆可能对台采取类似行动。有绿营人士鼓动派军舰护航，被民众痛批，千里迢迢去当炮灰，80%以上网民反对。中东战事也直接影响了台湾民生，油价已经上涨，60%民众对此感到担忧。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喊话台湾尽快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响应川普国防支出要求。台湾国防部评估中共在2035年可能具备将台湾海峡内海化的军力。新美国安全中心建议台湾建立4层海上地域战场，以吓阻入侵。这些都在提醒我们，台海的和平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中东战火纷飞的同时，科技界也在密切关注台海局势。英伟达创办人黄仁勋在3月份的 GTC 开发者大会上罕见地公开谈论台海问题。他呼吁美方展现克制，不要挑衅，同时也呼吁科技领袖不要散播 AI 威胁论。这番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全球超过 60% 的先进晶片是在台湾生产的，其中台积电一家就占了全球先进制程晶片产能的 90% 以上。如果台海发生冲突，全球的智慧手机、电脑、汽车、军事装备、医疗设备都将面临晶片断供的灾难。一位半导体行业分析师曾经说过，失去台湾的晶片就像失去空气，你可能3分钟都撑不过去。所以当布兰登预言中国将攻击台湾时，他触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地缘政治议题，而是整个人类文明的科技命脉。如果这个预言真的成真，它带来的冲击将远超任何一场中东战争。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和情报机构把台海列为首要关注的原因。不是因为台湾本身的军事价值，而是因为台湾的晶片对整个西方世界的技术优势至关重要。
从军事角度来看，伊朗战争给台湾带来了多重影响。一方面，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消耗了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和作战资源，五角大楼的库存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如果台海在短期内发生冲突，美国是否有足够的弹药储备来同时应对2场战争，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另一方面，美军在伊朗战场上展示出的精确打击能力和情报优势，也对中共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一夜之间斩首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和整个指挥体系，这种能力的展示是任何军事论文都无法替代的。台湾岛内的民意也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根据多项民调，台湾民众对维持现状的偏好依然稳固，但对国防投入的支持度正在上升。中东战争让更多台湾人意识到和平不是免费的，需要实力来维护。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担心被卷入大国博弈，成为棋子。80%以上网民反对派军舰去中东护航，反映的就是这种我们不想当别人的炮灰的情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则代表了另一种路径，透过对话降低紧张，透过交流增进理解。习近平愿意邀请反对党领袖访问，本身就释放了一个信号，北京至少在目前阶段更倾向于用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推进其统一议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选项已经被排除。正如一位台湾安全问题专家所说，北京的策略从来都是文攻武备，一手拿着橄榄枝，一手握着利剑。问题是哪一天他们会决定放下橄榄枝？布兰登预言中那条透明的中国龙之所以引人深思，正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中共行为模式的一个核心特征：透明，也就是看不见，暗中运作。从网络战到间谍活动，从经济渗透到政治影响力操作，中共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往往是不透明的，悄无声息的，直到某一天你忽然发现它已经在你身边了，就像一条透明的龙。布兰登所说的撒旦阴谋，在他的神学框架中是指一切试图通过武力和压迫来对抗上帝计划的力量。那条透明的中国龙也许是对中共在全球暗中扩张影响力的灵性隐喻，他相信最终压迫者将失败，被压迫者将获得解放。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布兰登的所有预言呢？客观地说，他并不是完美的预言者。他曾预言巴黎奥运会遭遇大规模恐攻，没有发生；预言金发美女在舞会暗杀川普，没有发生。追随者相信2026年4月被提，没有发生。他承认2014年的错误经济预言让信徒损失了积蓄。批评者说，他用人们祷告改变了结果来给自己留退路，永远不可能被证伪。但他确实说对了一些极其具体的东西。川普遇刺的子弹擦耳细节，伊朗战争的爆发和哈米尼之死，中东格局的剧烈重组，这些不是模糊的泛泛之谈。也许最理性的态度，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每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但也需要被检验。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在布兰登的预言体系中，4月从来都不是平静的月份，而2026年的4月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证明这一点。中东战火燃烧，全球经济承压，台海暗流涌动，大国博弈激烈。我们是站在新时代的起点，还是旧世界的终点？也许答案是两者皆是。我们不妨把视角拉得更远一些，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当前这个时刻。人类历史上有一些时间节点是特殊的，在那些节点上，多个长期酝酿的趋势同时达到临界点，然后一切都在短时间内剧烈改变。1914年是这样的一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是帝国的崩溃，革命的爆发，流感大流行，短短几年之间，世界面目全非。1945年也是，原子弹、联合国、冷战的开始。1989年更是，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互联网诞生。2026年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这样的年份？看看正在同时发生的事情。中东爆发了可能改变地区格局数十年的战争，全球经济面临自2008年以来最严峻的挑战。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以指数级速度改变着工作和生活方式，大国之间的对抗态势日趋明显，信仰和灵性的渴望在全球范围内急剧上升，气候变化正在加速，
社交媒体正在改变政治和社会的运作方式，所有这些趋势正在同时推进，相互交织，相互放大。布兰登也许只是这个巨大拼图中的一小块，他的预言可能对了，也可能错了，但他所指向的那个方向，一个旧秩序正在崩塌而新秩序尚未形成的混沌期，却是每一个清醒的观察者都能感受到的。在此，我还想特别补充一点关于布兰登的预言方法。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布兰登声称他的预言不是来自于对新闻或趋势的分析，而是纯粹的灵性体验。他描述自己进入一种类似于冥想的状态，在祈祷中看到画面，听到声音，感受到情绪。有时候这些意象是清晰的，电影般的场景，有时候是模糊的象征和符号。他需要花时间去解读和消化这些讯息，而解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加入他自己的理解和偏见。这也是为什么他的预言有时候非常精确，而有时候完全偏离的原因。精确的部分可能是他忠实地传达了他所看到的画面，而偏离的部分则可能是他过度解读了某些模糊的符号。比如他说川普的耳膜会破裂，他可能确实看到了子弹飞过耳朵的画面，但耳膜破裂这个具体的医学判断则是他自己的推断。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就能更理性地看待他的预言了，不是全盘接受，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关注那些反复出现的、清晰的、多个独立来源都指向的核心讯息。在这个标准下，他关于伊朗的预言显然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不仅细节丰富，而且有时间跨度长达数年的一致性。而他关于台湾和大复兴的预言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来验证。而在所有的黑暗和动荡之中，布兰登留给我们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是最值得记住的。上帝说，我还没有放弃你们，大复兴即将到来。最后，让我们把所有这些拼图碎片放在一起看看。伊朗的最高领袖在空袭中身亡，政权摇摇欲坠，沙特王储正在利用这个历史性机遇重塑中东，川普家族面临法律和政治的双重夹击，台海局势在大国博弈中暗流涌动。而在所有这些动荡的背后，布兰登看到的是一场即将席卷全球的大复兴。你可以选择相信这只是一个美国牧师的幻想，也可以选择相信这是来自更高维度的讯息。但有一件事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布兰登在2024年预言的很多东西确实在2026年应验了，而且应验的方式令人震惊。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预言都会成真，但他确实提醒我们，在这个看似被理性和科技主导的世界里，仍然存在着一些我们无法完全理解的东西。在结束之前，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信和不信这个永恒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知和预言者。古代有以赛亚和耶利米，中世纪有诺斯特拉达姆斯，现代有艾德加凯西。他们中有些人的预言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些人的预言则被遗忘在历史的尘埃中。但无论如何，人类对未来的好奇心和对确定性的渴望从未改变。布兰登站在这个漫长传统的最新端点上，他用 YouTube 和社群媒体取代了古代的羊皮纸和石碑。他的受众不再是某个部落或城邦，而是全球数百万人。他的预言在几秒钟之内就能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种传播速度和覆盖范围是历史上任何一位先知都无法想象的。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也带来了巨大的责任。因为当你的一句话可以让数百万人改变决策，甚至改变人生方向的时候，说错了的代价就不再只是信誉的损失，而是真实的、具体的影响到真人真事的后果。布兰登在2014年的那次失败经历，应该让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永远记住这一点。古罗马哲学家塞内加说过，命运引导愿意的人，拖拽不愿意的人。不管我们愿不愿意，2026年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而我们所有人都身处其中。说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布兰登在2024年9月做出的预言，因为这个预言可能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他在那段影片中暗示这可能是他最后的预言，语气非常沉重。他说，神向他展示了一件将会震动美国政坛的事情，一场大规模的揭露事件，政坛的黑暗将被曝光，蒙蔽人们眼睛的布将被揭开，许多人将因此清醒过来。他没有说具体是什么，但从2026年目前的局势来看，
无论是白宫舞会大厅的争议、川普家族的财务问题，还是伊朗战争背后的利益博弈，都有可能是他所指的那场大揭露的一部分。布兰登还预言了一场比新冠更严重的瘟疫。他在2024年7月的影片中说，上帝向他展示了一场即将到来的大瘟疫，会有 3.5 亿人死亡。他用了一个非常骇人的词来描述它，黑死病级别。他说，邪恶势力将利用人工智能设计一种新病毒，特别针对肥胖人群和需要高血压、糖尿病药物的人。这个预言至今尚未应验，但考虑到当前全球生物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以及人工智能在生物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易忽略的警告。此外，他还预言了美国本土将遭遇大规模恐怖袭击。他描述了3个从美国南部边境非法入境的恐怖分子策划类似911的事件。2栋摩天大楼可能是川普大厦发生由内而外的爆炸，大量潜伏的恐怖分子将像蚂蚁从地下涌出一样同时发动袭击，造成巨大的混乱和恐慌。他还预言加州将遭遇大地震和洪水，密西西比河沿线将被大地震劈开直达5大湖。这些预言听起来几乎像是好莱坞灾难片的剧本，他们还没有发生，也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但在一个川普遇刺和伊朗战争已经应验的世界里，谁又能100%的确定呢？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预言之所以有力量，不是因为它一定会成真，而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看待现在的方式。当布兰登说有大事将要发生的时候，无论你信不信他，你都会开始更加留意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而在这个意义上，预言本身就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
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希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 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他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他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斯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
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
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家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家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两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家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88万家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家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家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二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家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家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家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家，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
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家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
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式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
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寓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
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为什么有一位灵媒会为整个人类未来哭泣了一周？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可怕的未来场景，让这位获奖灵媒泪流不止？这背后牵涉到一个令人脊背发凉的预言：未来将出现一次对人类的大筛选，无数灵魂可能将错失即将来临的黄金时代。这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的情节，但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预言的来源、内容，以及现实中出现的蛛丝马迹。首先，介绍一下这位灵媒，她名叫朱莉·普尔，是英国一位备受尊敬的灵媒兼催眠治疗师。朱莉自幼就展现出特别的灵异天赋，而这一切的开端源于她童年时期的一次濒死经历。还是孩童的朱莉不幸卷入了一场可怕的事故，在医学上被宣告心跳呼吸全无，整整死亡了3天。就在灵魂脱离身体的那段时间里，朱莉的意识进入了一种异常祥和的境界。她来到了一个仿佛天堂般的地方，在那里她遇见了一个散发圣洁光芒的神秘生命体。那存在温柔地对年幼的朱莉说：我想让你知道我是你的朋友，我会一直支持你，随时可以和我联系，没有任何恐惧，只有安详与慰藉。随后那光体把她送回人世，但临别前透露，你的时间还没到。这次奇异的经历开启了朱莉通往灵性世界的大门，从此她的生活多了一层看不见的守护，也为她日后成为灵媒打下基础。尽管得到天使般的安慰，回到尘世的朱莉依然要面对现实人生的重重苦难。她的成长历程充满艰辛，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了种种痛苦与折磨，甚至包括被他人虐待。这些经历让她一度对生活感到绝望。在21岁那年，饱受创伤的朱莉选择服药自尽，试图结束生命。然而，她的灵魂再度离开了身体，展开了第2次濒死之旅。这回，她的灵魂来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宛如真正的天堂。在那里，朱莉游历了3天之久，期间遇见了许多天使与守护灵的存在。她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脱，仿佛回到了真正的家。但当朱莉告诉那些天使自己想要留在那里时，天使们却微笑着摇头，温和而坚定地告诉她：不，你现在还不能留下，你的使命还未完成。接着，天使们向朱莉揭示了一个关于她自己的惊人秘密：为什么她这一生遭受那么多磨难与痛楚？原来，朱莉的灵魂在来到世间之前，就自愿选择将3世的痛苦浓缩在今生承受。换言之，她要在短短一生中学习和经历其他灵魂可能要3次转世才会遇到的苦难。天使坦言，这将是极其艰难的课题，甚至连他们当初都警告过她，这种挑战对人类而言近乎难以承受。然而，年轻的朱莉毅然选择了这条艰辛之路，为的是灵魂的成长与任务的完成。但21岁的她终究被苦难压垮，一度试图结束生命。天使们告诉朱莉，现在还不是你的死期，你注定可以活到67岁。虽然前半生充满痛楚，但在往后的岁月里，你将找到极大的安详，而且能帮助许多人。这番话深深印在朱莉的心中，天使等于是在说，请她带着这份使命回到人间，完成灵魂的课题。就这样，朱莉第2次从生死边缘被拉回阳世，苏醒之后，她对人生有了全新的领悟。原来自己历经苦难，正是为了将来能够疗愈他人，引领更多迷途的灵魂。他逐渐走出阴影，开始潜心研习灵性疗法，成为一名专业的催眠治疗师和灵媒顾问。尽管命运给了他沉重的考验，但也赋予了他异于常人的洞察力和同理心。或许正因为走过地狱般的痛楚，朱莉比谁都更珍惜生命，怜悯众生，也更渴望寻找人类苦难的解答。多年来，他以自己的灵性能力帮助了无数陷入困境的人。然而，他心中一直隐隐觉得自己肩负着更大的使命尚未完成，那就是向世人传达一个重大讯息。终于，这个使命在近期浮出了水面。在2024年，朱莉参与了一个名为《死后的世界》（Life After Life NDE） 的节目，分享了自己的濒死体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在讲述个人经历之外，朱莉还抛出了一个关乎整个人类未来的预言。
他透露了一个天使告诉他的重要讯息：人类即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这不是神话传说，而是一个真实可能到来的未来时期。而且天使们还给出了清晰的时间表，从2012年至2032年，这20年间是黄金时代的开启阶段，人类集体将逐渐觉醒，而真正的黄金时代将在2032年之后正式来临。各位可能对黄金时代这个词感到好奇，到底怎样的时代才能被称为黄金时代？根据朱莉的描述，那将是一个文明升华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人类社会中长久以来的错误、虚假和腐败都将消失殆尽。我们过去100多年里，人对人所犯下的残忍暴行都将被揭露和清算，简直像是末日审判来临时的大揭秘。天使形容那将是人类算账的日子，所有被隐藏的丑闻黑暗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切不公不义将得到清理。听起来，这仿佛是圣经、宗教预言中才会出现的场景。但朱莉强调，黄金时代并非世界末日的毁灭，反而是痛苦过后的重生，是一个光明的新纪元。然而，光明之前往往是黑暗最深的时刻。天使也让朱莉看到了通往黄金时代前人类必须经历的一段巨变期，这正是让她痛哭流涕的未来景象。在黄金时代降临之前，这个世界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筛选。所谓大筛选，可以理解为对整体人类的一次巨大考验与淘汰，就像考试前夕的筛选或汰弱留强。在这场过程中，无数的灵魂可能无法通过考验，最终错失进入黄金时代的机会。换言之，并非每个现在活着的人都能成功跨越这段动荡。看到黄金时代的黎明，朱莉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惨烈的未来图景，许多人在动荡中倒下、消失，仿佛整个人类在经历一场痛苦的蜕变。有太多的灵魂最终没能迎来新纪元的光辉，而是被困在黑暗或被淘汰出局。正是这幅场景让他难过不已。据说，朱莉在这次遇见未来之后，悲伤的足足哭泣了1个星期，为人类的命运而心碎。大家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样的灾难或变故，要让这位见多识广的灵媒崩溃至此？朱莉并没有描绘所有细节，但从她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拼凑出未来10年那段大动荡时期的轮廓。她提到，2012年之后人类开始陆续觉醒，这其实与许多人的亲身感受不谋而合。回想一下，从2012年开始，我们的世界确实进入了一个剧烈变化的节奏。科技爆炸性发展，社会思潮迅速更迭，许多人开始对精神层面产生兴趣，冥想、灵性觉醒这类话题变得大众化。同时，随着网际网络和智慧手机的普及，各种深藏的真相和黑暗面逐渐浮出水面。可以说，这10多年来，人类集体意识正在慢慢苏醒。虽然过程充满阵痛，朱莉的天使朋友们告诉她，现在我们感受到的种种混乱与撕裂，其实只是序幕而已。真正的大戏，或者说大搅动即将登场。根据朱莉的预言，从现在起直到2032年这几年，将是人类经历大搅动、大清洗的阶段。在这段期间，世界可能会陷入前所未见的混乱与巨变。值得注意的是，另一位来自印度的顶尖灵媒尼基杜塔最近也提出了几乎相同的时间表。尼基同样是一位备受瞩目的灵性人士，他天生具有通灵和遥视能力，甚至曾受邀协助警方调查悬案。尼基公开警告说，有关2026年至2032年的各种预言，现在听到的有80%都是错的。这句话耐人寻味，他的意思是，许多耸人听闻的世界末日预测其实并不准确，人们不需要恐慌于那些玄乎的预言。然而，这并不代表未来风平浪静，相反，真正的真相也许更颠覆我们的想象。尼基透露，在2032年左右，一个崭新的纪元将会开启，但在此之前，世界必须经历一场大扫除。他强调，这不是世界末日的毁灭，而是一场旨在提升全人类意识的全球清洗，目的是为了至高的良善。尼基进一步解释说，真正的提升总要伴随剧烈的震动，我们已经无法再停留在旧有的3维世界版本里了。听懂了吗？所谓3维版本，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当前这种以物质和自我为中心的文明状态。
如果人类要向更高意识演化，就势必要经历震撼和动荡，把不适应更高频率的人事物通通淘汰掉。尼基与朱莉的观点如出一辙，未来几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期，我们现有的制度、价值乃至环境都将被剧烈的摇晃，一切虚假的、腐败的、落后的东西，要么被揭露清理，要么在震荡中自行瓦解。那么这场大扫除或大筛选究竟会以何种形式展开呢？朱莉和妮基都没有明说具体事件，但我们可以推测几种可能性，而且正在发生的现实已经给出了一些线索。首先，很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灾人祸。过去几年，我们已经见识到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全球性的疫情、大规模的战争阴云、极端气候频传、经济秩序动荡。2020年的全球大流行病让整个世界按下了暂停键，数百万人因此离世，经济与社会受到冲击。接着地缘政治紧张升级，战争与冲突的威胁从未消退。而在自然方面，剧烈的气候异常和灾害成为新常态，超强飓风、野火、洪水、干旱不断刷新纪录，地震和火山活动也有增加趋势。科学家警告说，如果人类不改变轨迹，地球正迈向第6次生物大灭绝，那意味着大量的生命将从地表抹去。想想看，这是否正吻合了大筛选的意象？大自然本身或许会成为筛选的手段之一。如果我们继续破坏环境，执迷不悟，环境崩溃带来的灾变将毫不留情地淘汰掉许多不敬畏自然的灵魂。诚然，天灾无情，但或许这也是地球母亲的进化过程。在剧烈的气候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们，势必更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为黄金时代树立正确的生活之道。除了自然灾害，人祸与社会动荡恐怕也在所难免。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的转型期内，现存的许多腐朽体制将走向崩解，例如政治领袖的更迭、集权政权的垮台、积重难返的经济体系出现崩盘等等。当真相大白于天下时，一些国家和社会内部可能会经历剧烈的震荡和清算。这听起来很可怕，但想象一下，如果那些隐藏多年的黑幕，比如政府的秘密计划、金融体系的黑手操作、大企业的丑闻、人权侵犯等等突然被曝光，人们的愤怒将如何宣泄？近年来，我们其实已经看到苗头，例如跨国的丑闻调查、资料泄露事件此起彼落，大众对既得利益者的信任不断下降。或许再过不久，一些惊天的秘密将彻底撼动整个社会秩序，一时之间，旧有的权威坍塌，人们茫然无依，社会陷入混乱，这都是很可能发生的。在混乱中，难免会伴随暴力和冲突。当旧世界瓦解之际，一部分人也许会紧抓着过去的信念不放，他们拒绝改变，恐惧未来，于是可能以仇恨和攻击来面对改变。他们之中有些人将自取灭亡，无法跟上人类意识提升的脚步。相反的，也会有许多人在乱世中醒悟，选择团结互助，顺应新的浪潮。这就像大海啸来袭，有人徒劳地与浪潮对抗而被吞噬，有人则懂得趁势乘风破浪生存下来。大筛选之下，人性的善恶与智慧将受到终极考验。那些沉迷于自私、仇恨、贪婪的人，可能真的会被自己的业力反噬，失去继续前行的资格。而那些秉持爱与正直的人，将在艰难中脱颖而出，迎接新纪元。在预言中，朱莉还特别提到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元素——外星智慧。她声称，其实外星人早已存在并且造访地球许久了，只是一直以来掌权者在极力掩盖这些事实。她预言，随着科技发达，人人手握摄影设备，加上网络资讯传播迅捷，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不明飞行物和外星生命的目击证据被公诸于世。那些曾被视为阴谋论的 UFO 事件将获得实锤，甚至政府可能不得不公开承认他们隐瞒多年的外星接触真相。更令人震撼的是，朱莉提到，如果人类企图做出真正失控且自我毁灭的举动，比如发动全球核战争，外星高级文明会现身介入，制止我们毁灭地球。也就是说，人类并不孤单，一直有更高智慧在暗中关注。我们就像叛逆期的孩子，而外星文明宛如隐藏的长者，必要时会出手相救，避免我们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
其实，关于外星力量干预核武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里，不少退役军官声称在核武基地见过 UFO 干扰导弹系统的现象。他们描述，有不明飞行物一度让核导弹启动倒计时，又将其神秘关闭，防止了一场核灾难。这些故事未被主流证实，但如果属实，正好印证了朱莉的说法，在关键时刻，或许真有高级文明守护着地球，不让我们走上毁灭。当黄金时代到来时，人类很可能正式与这些来自星辰的朋友接触，从此迈入星际文明的行列。想象一下，那将是何等壮丽的图景！没有战争威胁，人类内部和谐共处，并且与外星邻居成为朋友，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然而，达到这一步之前，我们必须先挺过眼前的暴风骤雨。大筛选的过程注定充满苦难与泪水。朱莉之所以痛哭，一方面是因为她预见了人类将承受巨大的集体创伤，无数生命将在变局中逝去，这种场景对她而言极其震撼和悲痛。另一方面，她也为那些灵性上无法跟上变革步伐的人感到深深惋惜。在她看来，每一个灵魂原本都有机会迎来新时代的洗礼，可惜有些人执迷于旧有的思维与执念，最终将与黄金时代擦肩而过。这有点像老师看着一群学生，本来大家都有考上好学校的潜力，但偏偏许多人不愿努力提升自己，结果被淘汰在最后的录取名单之外。朱莉作为一个充满爱心和使命感的灵媒，亲眼见到这样的场景，怎能不心如刀割？试想，那3天的濒死旅程中，她在天堂维度里目睹未来之事时，是怀着何等复杂的心情。天使让她看到了希望的金光，也让她看到了暴风雨般的动荡和惨烈。希望与悲剧交织，辉煌与泪水并存，这正是人类未来20年缩影。这位灵媒一边为未来美好的黄金时代感到振奋，另一边却为许多同胞可能无法熬过这场筛选而悲从中来。他的泪水是绝望吗？并不全然，更多的是悲悯与忧虑。他忧心那些无法提升意识的人将何去何从，悲悯那些还陷在仇恨和无明中的灵魂将错失多么珍贵的机遇。那么，这场不可避免的未来巨变，我们该何去何从？预言固然惊人，但预言的意义不在于吓人，而在于给人警醒与指引。朱莉和妮基这些灵媒之所以将讯息公诸于世，就是希望我们提前做好准备，调整自己的身心频率，以迎接未来的大考。所谓身心频率，听起来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所处的能量状态。如果一个人整天充满负面情绪，沉迷仇恨、嫉妒、贪欲，那他的能量频率就很低，与黄金时代的高频能量格格不入。在大筛选的震动中，低频的人可能更容易陷入恐慌、疾病乃至暴力，最后被乱流吞没。相反，如果一个人努力提升自我，心怀善意与真诚，追求真理与灵性觉醒，那他的频率就是越来越高。高频的人面对巨变时会相对冷静，有直觉引导他们避开灾难，并且能团结互助，与周围的人共度难关。可以说，提升意识，保持高频正向的心，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能为未来做的最好准备。回顾历史，每当人类面临大灾难或大转折时期，都会出现各种先知预言来警示世人。上世纪有著名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马斯，他的诗句中隐约提到20世纪末与新千年的劫难与新生。保加利亚的盲眼预言家龙婆万家也预告过人类将迎来光明未来，但要先经历考验。而更早以前，玛雅文明的历法将2012年标记为一个周期的结束，许多人误以为那是世界末日。事实证明末日没有到来，但如今想来，玛雅历法的终点或许象征旧时代的结束和转型期的开始，恰好与朱莉预言的2012年至2032年觉醒之窗相吻合。古今中外这些预言之所以惊人的相似，难道只是巧合吗？还是说人类的潜意识早已隐约知晓这场大考正在接近，所以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都表达出了类似的预警？再看看东方的智慧传统，在印度教的宇宙观里，时间被分为4个轮回的时代，其中最后一个是充满斗争与黑暗的卡利时代 Kali Yuga， 之后将重回第一个
黄金纪元 Satya Yuga 完成轮回。许多灵性导师相信，如今我们正处于卡利时代的尾声，即将迎来新一轮的黄金纪元。这与朱莉等人的讯息何其相似。此外，西方占星学也指出，我们正从双鱼座时代过渡到宝瓶座时代。宝瓶座时代强调人文关怀、知识启蒙、团体合作，听起来像不像朱莉口中的黄金时代？种种迹象表明，不管你相信与否，人类文明正站在一次伟大的转折点前。当然，预言毕竟还只是预言，或许有人心存怀疑，真的会有什么黄金时代吗？要知道，过去也曾有不少世界末日预言最后被证明是虚惊一场，这次会不会也一样？尼基杜塔就特别强调，外界流传的许多预言其实未必会逐一成真，因为未来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会因人类的选择而改变。自由意志的存在使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集体的走向。如果足够多人类选择走向光明、扬升意识，那未来也许不需要以最剧烈残酷的方式来完成净化，一些极端可怕的事件也许可以被减缓，甚至避免。简单说，预言的揭露不是让我们坐以待毙，而是提醒我们去改变。大扫除在所难免，但我们可以决定扫除的力度和伤亡程度。设想一种较为理想的情况，更多人开始觉醒与团结，愿意改革弊政，保护地球，彼此善待。那么大筛选的时候，或许人心不至于那么恐慌对立，清洗掉的主要是旧的制度框架，而不是数十亿的鲜活生命。在这种情况下，黄金时代的到来将更平和顺畅，失去的灵魂数量也许不至于无数那么惊人。我们完全可以把预言当成一面镜子，审视自己的内心，我们有没有什么执念与阴暗面需要清理？我们是否愿意抛下仇恨与贪婪，转而拥抱爱与真理？毕竟，谁也不想成为那被淘汰的无数灵魂之一吧。谈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朱莉当初看到的画面。这位灵媒所哭泣的一周，既是为人类即将承受的苦难流泪，也是为人类最后的荣光而感动。他的故事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黎明前的夜晚最黑暗，但曙光终将到来。未来10年，人类可能会经历我们有史以来最剧烈的阵痛。这期间，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将面对内心的抉择，是在混乱中迷失，还是在觉醒中重生？是在仇恨中沉沦，还是在爱中升华？或许多年后回首，我们会发现现在正是关键的分水岭，而这场大筛选就像是宇宙给人类的一次毕业考试，成绩优异者将晋级更高的存在状态，迎接文明的升级，未合格者则不得不留级重修，甚至被迫离场。朱莉的预言虽让人脊背发凉，但其中蕴含的希望之火同样炽热耀眼。黄金时代，那是一个多么诱人的远景啊！经历漫长黑暗的人类，终于将迎来一个充满真善美的世界。没有虚假欺瞒，因为真相早已大白；没有压迫剥削，因为爱与正义将成为新秩序的基石；没有环境破坏，因为人类学会与地球共生；战争成为过去式，各民族势如手足；疾病与饥饿大幅减少，因为科技和灵性智慧结合，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不是乌托邦幻想，而是每个古老信仰中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共同期盼。如今透过灵媒之口，再次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最后，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预言会实现吗？我们真的会在2032年后跨入黄金时代吗？答案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未来由我们当下的选择所塑造。我们可以选择无视灵性的呼唤，继续在物欲和纷争中沉迷。那最终的结局也许如预言中悲观的一面，无数灵魂被历史的巨轮碾过，留下惨痛的教训。也可以选择从现在开始提升自己，关心他人，改善社会，为地球的疗愈出一份力。那么黄金时代就不再只是幻想，而会成为我们亲手创造的明天。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的子孙回顾这段历史转折，他们会庆幸先人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朱莉普尔流下的眼泪，既是对人类的怜爱，也是对未来的寄望。让我们铭记这份预言的警示与祝福。黑暗逼近之时，也是黎明将现之刻。愿我们都能通过这场大筛选的考验，携手走进那个令人神往的黄金时代。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其实都掌握着一把钥匙，那就是爱与觉醒的力量。
现在是时候用这把钥匙去开启人类的新篇章了，请问你准备好了吗？